蓝苑带着蓝景怡走下台阶，蓝景怡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。她想都没有想过，一个农家小院的地下会有这么一个冰室。她稍微平复一下震惊的心，跟着蓝苑走到了冰棺前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顿时说不出话来了。她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像跌落红尘的天神一般的人，他的模样与泽无君有7、8分像，若不仔细分辨定是分辨不出来的。一袭白衣，额间佩戴云纹墨额，3000青丝一丝不苟地用发冠束起，白皙的皮肤，高挺的鼻梁，英俊的脸庞，若忽视他过分苍白的脸色和薄唇，任谁都觉得他是睡着了。这么一个人躺在淡蓝色的冰棺里，与周围的环境互相映衬，着实是一个天赐的美景。他是韩光君。蓝景怡呆呆的如同失了魂一般，在蓝家，蓝启人禁止族内论起韩光君这个人。蓝景怡所了解的韩光君都是从别人嘴里和泽无君那里听到的，只知道韩光君很厉害，所以他一直都把韩光君当作自己的目标。魏无羡笑了笑，道：“是啊，很帅吧？”蓝景怡愣愣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，目光重新回到蓝忘机身上，自豪地说道：“那当然啦，他可是蓝湛呐，而且还特别厉害。”他像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，眼神温柔地看着蓝忘机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道：“还特别好玩，明明是个不善言辞的小古板，但是斗起来却是有趣的紧。”韩光君，这是怎么了？蓝苑见蓝景怡问这个问题，急忙叫道：“景怡，你别问。”羡哥哥景怡他。魏无羡抬手示意他不要说话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无妨。”他顿了顿，淡淡道：“蓝湛他睡着了，有些累了，所以睡的时间有些长，你们出去吧，见也见过了，别打扰他了。”蓝景怡并不清楚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，只是有些疑惑地看着蓝苑。蓝苑向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景怡，我们出去吧。”说完又向魏无羡行了一礼，道：“羡哥哥，我和景怡先出去了，这里寒冷，你也注意时间，早些出去，勿要生病了。”说罢便拉着还处于茫然状态的蓝景怡出去了。魏无羡听见他们关了门，这才开口道：“蓝湛，看见了吗？那个孩子就是蓝景怡，你们蓝家的小辈。他是不是和那些雅正端方的古板不一样？我能感觉到，他虽然从未见过你，但是却是很崇拜你的，想必是泽无君告诉他的吧。”魏无羡看了他一会儿，伸手将蓝忘机的上身托起，俯身紧紧地抱住了他，将头埋在蓝忘机的颈间，狠狠地吸了吸他身上浓郁的檀香味，那是蓝忘机的专属味道。这个冰室里放着一个炉鼎，里面燃着的便是蓝曦臣带来的檀香。他说那是蓝忘机所居静室里常年燃着的一种熏香，在蓝忘机身上既不会太过呛鼻，也不会淡得嗅不到。过了一会儿，魏无羡的鼻腔里满是蓝忘机身上的檀香味，这味道令他安心，也令他有些想哭。魏无羡就那样抱着蓝忘机待了一会儿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把蓝忘机放回玄冰棺里，又把他有些褶皱的衣襟拉平，俯身在他额间落下一吻，道：“蓝湛，我吹首曲子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说罢便起身拿起一旁桌子上放着的《陈情笛》横于唇边。魏无羡闭上了眼，一首悠扬缓和的曲子流露出来，而这首曲子正是当年屠戮玄武洞底蓝忘机唱给他的那首曲子。冰室里回荡着的这首曲子，余音久久不散。魏无羡微微睁眼，看见眼前躺着的人，将满心的柔情都融入了这首曲子中，把这首他曾唱给他听的曲子用笛子吹奏出来给那人听。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，就在他刚刚闭眼吹奏这首曲子的时候，蓝忘机平放着的手指微微弯曲了一下。一曲毕，魏无羡缓缓放下笛子，睁开了湿润的双眼，轻声道：“蓝湛，当年屠戮玄武洞底，你唱给我听了那首曲子，是这首吧？你还没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如果你醒了，你一定要记得告诉我，知道不？”魏无羡把陈情放回忘机琴旁边，又走回冰棺旁，低头亲了亲他的脸，喃喃道：“二哥哥，我想再听一次你唱的那首曲子，好不好？”魏无羡就这样和蓝忘机谈些最近发生的家常小事，看似平常的事情，却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了。他一直在期待蓝忘机醒来的那一天，但是他明白不能操之过急，他不敢拿蓝忘机来赌，因为他赌不起，蓝忘机是他的一切。
魏无羡在收到蓝曦臣传来讯息的一瞬间，呆愣了好久，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满心的欢喜，仿佛要将他淹没，已经12年没有过惊喜的感觉了。仿佛在这一刻，所有的希望在此刻都活了过来。魏无羡他们找了7年的3味药材，在前2天已经全部找齐了。他跌跌撞撞地往密室里跑去，手里紧攥着那张字条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蓝忘机了。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魏无羡嘴里一直念叨着这个名字，像是要把那人的名字刻入灵魂，仿佛这样，他们就能永不分离了。